漂亮的姑娘刘彩霞，不顾父母反对，大学毕业之后，回到老家靠山屯竞选当上了村委会主任，说是要解决全村的光棍问题。这可是件新鲜事儿，很多人都不理解。哎，我说，你说老刘他闺女图个啥？咱们靠山屯是全县最穷的村子，别人读书上学巴不得能逃出去，他可倒好，大学毕业不在城里找工作，偏偏回农村，一个女孩子还当什么村主任，八成是脑子出了问题。就是，咱们村的大姑娘，那些没上学的，还都想方设法嫁人嫁到别处去呢，真不知道这闺女是咋想的。茶余饭后七嘴八舌，大伙儿都在议论。这些个风言风语，彩霞没有时间理会，她心里想的是怎样让靠山屯尽快富起来，全村几十条光棍都能娶上媳妇。单说这一天，村委会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靠山屯全体单身汉一共33位都来了。就见刘彩霞站起身来，各位，知道为什么把你们请来吗？没人搭话。过了半分钟，台下的王狗蛋儿忽然冒出一句：“你是想从我们当中选个如意郎君吧？啊，哈哈哈！”轰！大家伙哄堂大笑，气氛顿时热闹了起来。彩霞脸一红，但是很快便镇定好情绪，回答道：“你说的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不过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要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娶上媳妇。”一听这话，大伙就七嘴八舌起来。静一静，大伙静一静。彩霞接着说：“咱们村之所以这么多人娶不上媳妇，根本原因就是太穷了，穷的原因就是太懒了。我已经看过了，后山上有的是荒地，如果在座的各位能够勤快起来，开荒种上果树，用不了几年，大伙肯定能脱贫致富，到时候要娶媳妇还成问题吗？”这时候王狗蛋儿又插话了：“真要像你说的，到时候准能娶上媳妇吗？甭说别人，我就问你吧，你愿意嫁给我们吗？”问得好，我把话撂到这儿，在座的各位，谁要是能成为咱村的首富，我就考虑跟他谈对象。此言一出，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，这些人都表示愿意开荒种果树，发家致富。就这样，在刘彩霞的带领下，全村的年轻人都开始上山开荒，还集资打了2眼水井，漫山遍野种上了葡萄树。时间一晃，到了第3年，葡萄开始结果了。还别说，这每棵葡萄树上呀，都挂满了大串的葡萄。过不了多久，果子成熟就可以采摘了。彩霞也提前联系好了采购商，到时候有多少葡萄，他们都能收购。有句话叫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。就在大伙儿都沉浸在喜悦的期盼当中时，靠山屯迎来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冰雹。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密密麻麻砸在葡萄树上，虽然只持续了1个小时，但是损失太严重了。眼瞅着满山的葡萄地里
全是烂叶子、碎葡萄，树上挂着的果子所剩无几。这一来，大伙全急了，有人开始埋怨彩霞，说他就是个丧门星，现在别说赚钱了，本儿都收不回来。于是他们联合起来，一起找到彩霞，要她给个说法。彩霞，不是我们大伙找你麻烦，但事实就在这儿摆着呢。要不是你说种葡萄肯定能致富，我们也不至于受这好几年的累，还花钱打井买树苗。你看看现在，还不是一分钱捞不着，反倒搭上了本钱。就是，你得补偿我们呀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，都要求彩霞赔钱给他们。就在这时，一向爱开玩笑的王狗蛋儿站了出来，一脸严肃：“大家听我说一句，我说你们还是不是老爷们儿？怎么一帮大小伙子欺负一个女孩子呀？人家彩霞带领咱们致富，那完全是好心。葡萄被砸了，这是天灾，谁能预料？要不是下冰雹，今年是不是大伙都能卖不少钱？”听到这儿，众人哑口无言，都默默低下了头。王狗蛋儿接着说：“我到地里看了，是葡萄都被砸了，可树还在。明年还能再结果，还有后年、大后年能结几十年的果子呢。你们算算，到时候卖了钱，那打井和买树苗的钱还算个啥？”听完狗蛋儿的话，大伙儿心服口服，也就不再多说什么，各自回家去了。转过年来，葡萄大丰收，但是销路又成了问题。去年的采购商不愿意到这边来了，彩霞急得团团转，到最后还是王狗蛋儿忽然有了主意：“彩霞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远房表舅，在省城做水果生意，不如我跑一趟去求求他，让他多联系几个同行到咱们村来收购葡萄。”“好啊，太好了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明天咱俩就出发。”俩人到了省城，找到王狗蛋儿的表舅，一说来意，表舅就说：“没问题，我做的就是水果生意，你们不来，我还要到处找货源呢。这样吧，我还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，我喊上他一起收购你们村的葡萄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全包了，价格随行就市，怎么样？”刘彩霞和王狗蛋儿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在表舅家吃了顿午饭，下午便坐客车回家。万没想到，半路上出了车祸，客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，全车20多名乘客，唯有刘彩霞受了重伤，在医院抢救了3个小时之后，与世长辞了。消息传到靠山屯，村民们都不愿意相信，为之无限惋惜。几天后的葬礼上，33个单身汉都哭了。他们发誓，刘彩霞的父母就是我们大家伙的父母，大伙给他二老养老送终。王狗蛋儿胳膊上还打着石膏呢，哭得最伤心了。彩霞，你放心走吧，我一定不让你失望，大伙儿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以后我们会更加勤劳，把咱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、富裕起来。后来，葡萄树几乎年年丰收，村民们富了，靠山屯富了，33个单身汉也都娶了媳妇。他们在山上又开垦了不少荒地，种上了苹果、鸭梨、桃子等等等等。再后来
有人提议写了申请书，经政府批准，靠山屯正式更名为彩霞村。